上纵餐的烤鱼永远是最幸福的，看着一块肉黏糊糊的碳水生腌。我每次最爱吃它这个最大的鱼骨头，这么多年过去了，它的味儿还是和当年一样正。老粉都知道我有多爱吃烤鱼啊！昨天刷视频的时候，刚刷到今年是鱼库的20周年庆，人生中第一次吃烤鱼就是在这家。这么多年就只干一件事儿，只做活鱼，现选现烤。每一次来他家的仪式感，就是在这个太空鱼仓里面挑选我的有缘鱼。34斤，今天还是点他那个招牌的荔枝香辣味，巨香巨香，能看得出来它这个料用的有多足吗？闻到的第一刻，你的口水就会立马分泌出来，直击你味蕾的那种香。我这上面还有一个牛蛙的浇头，没吃过鱼库的，如果你第一次来吃的话，必点这个荔枝香辣味儿。我永远为它打 call。这个牛蛙有点太肥了，我感觉除了料就是肉。哎，这个小味儿，妈呀！这个牛蛙的肉又厚又嫩，关键是上面这层酱汁和这个牛蛙肉太搭了。哎呦，味道融合的刚刚好，香辣味呢全部浸透了那个牛蛙的肉。看这块腿有多粗，真的建议就是单独出一锅牛蛙的，这对爱吃牛蛙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福音。来一口烤鱼，这个回鱼足足有3斤4两，镜头里面就能看出来它有多入味儿。鱼皮夹着鱼肉，太好吃了，必须来点灵魂汤汁。哇，好吃的我完全不想说词儿，只想吃。我每次最爱吃它这个最大的鱼骨头，刚从汤里把它捞出来。这条骨头上的肉完全没有刺儿。可能也太干净了，这个米饭就是得用来盖的，没吃过的都得去尝尝。鱼皮、鱼肉加鱼汤混合在这一碗里面，我真的馋了。啊妈呀！我的大脑、我的胃还有我的嘴全部得到了满足。它这个味儿就是那种越吃越想吃的。看这一碗热气腾腾的。我深夜我就馋这口，以前我都是每次在这里面再煮个泡面啥的，太香了。这口汤真的就是每一口都不能浪费。深夜在街边吃一碗红到发黑的顶配螺蛳粉，谁知道这一口有多爽？我已经计划好了，这个视频就在半夜12点刷，专门馋你们这些打馋丫头。青岛人有属于自己的囧事，这边还有涨幅和股票一样，喝一点为接下来的螺蛳粉垫垫肚子，超级开胃。我馋螺蛳粉已经馋了好几个深夜了。来一碗最基础的螺蛳粉，然后加很多卤货，深夜狠狠放毒一波。姐帮我多加点酸笋啊，我爱吃这个。交给哇，谁在半夜刷到这么一碗顶配的螺蛳粉能抵抗得了？我让那个姐加了好多红油，满满的红油都溢出来了。我真的感觉夜宵只有在这种街边吃才是最爽的。这口粉最起码想念了3个日夜了。超级好吃，不愧是加了那么多红油，又辣又香。香的上头，它这个粉是那种又软又滑的，一咬就断，非常吸汤，好好吃。吸满红油的溏心蛋，这一口谁不馋？满口都是那个蛋黄的绵密，我要对这碗粉憋了3个日夜的想念全部发泄在里面。你知道有多爽吗？这个圈圈肠也狠狠蘸一下红油，我特别爱吃。哇，里面全是那种油脂，超级香，一定要加这个好吗？它里面是那种一层一层的巨好吃。哇，来一口大肥猪皮，这个猪皮蘸一下红油也是灵魂。又辣又爽，一口猪皮全是汤。这不仅仅是一碗螺蛳粉，它是一个成年人夜晚的多巴胺。越吃到下面越好吃，看这一筷子里面酸豆角、酸笋、面、木耳都有。再来一碗木薯糖水井辣，从来没吃过这种糖水。
它居然是这种口感，它有点像那种山药，但是比山药更糯一点，吃到嘴里又糯又面。前方高能，口急的建议先别看啊，要不然容易馋死。就猪蹄里面满满的胶质感。没有什么词语能够形容它的肥美了，太入味了。再同时来个鸡爪和凤爪，真的很脱骨。这个鸡爪要更大一点，蘸了红油的鸡爪更是无敌。哇！吃到最后就用这个汤汁泡一下炸蛋，真的很无敌，每一口都不能浪费。今天这顿夜宵吃的我苹果肌疯狂上扬。你们夜宵喜欢吃什么呢？带着1TB 的胃到长沙了，用周末2天时间跟着本地人攻略吃了 N 顿，看看我都吃了什么吧。到长沙的第一顿就必须要吃到我心心念念了超久的长沙炸炸炸，不知道多少个深夜都被这口馋得睡不着。我跟你们说，一定要点这个里脊肉，这家炸的超级嫩，巨薄巨嫩巨入味，重点是最后沁透的那个汤汁香的不行。除了价格是真的有点小贵啊，其他一点毛病都没有。这边的炸炸它没有那么油，我吃到现在一点都没腻。还有来长沙一定要吃米粉。我们一共是吃了2家，都是在这种居民楼下的社区粉店。第一家就是红花坡他们家比较火的这个宽粉，码子的选择非常多，但我个人更爱就是这碗碱水面配着辣椒炒肉的码子，越吃越上头。还有一家就是赵记米粉，招牌呢就是肉饼和排骨双拼的。这就是肉饼，这就是排骨。不得不说，这个粉的汤底是真的香，排骨和肉饼也被提前煮得很软了。替你们打卡过了啊，好吃的。还有超多人排队6块钱一串的糖衣坨坨也吃到了，本地朋友强推的一家臭豆腐也吃了。真的和平时吃的臭豆腐不一样哎。来长沙呢，就一定要感受一下这里到凌晨还在车水马龙的夜生活。晚饭呢，就可以直接找个夜市里面的大排档。我们当时在四方坪夜市对面看到之前收藏过的一家还没开始排队。这个鸡蛋超好吃。长沙现在这个季节来大排档太舒服了，一坐下我就点了那个好奇了很久的阳光玫瑰烤牛肉，好好吃啊！我从来没想过阳光玫瑰烤完这么好吃。如果你们去的话，我真心推荐你们多点锡纸系列的，看着五花八门，啥都有的。本来我是没有抱太大期待，但是一吃是真的有点打脸，迅速干光一盘。这个是锡纸手工肉丸，肉香满满的，这一口一个很爽。这里面真的纯肉，这就是夜宵的味道。妈呀，这个粉耗子好好吃，它里面加了很多蒜末，就这样一起焖烤的，超级入味儿。大排档必吃小龙虾，夜宵标配。哇塞！问了店员说他们是营业到凌晨1点半，我们2个人这一整桌最后基本上都空盘了，吃的超撑。什么？正常的人类身体构造而已。有多少人错过了长沙的早市，我都会替你们遗憾。和东北早市不相上下，没人说长沙的早市这么好逛。我也是这次来长沙才体会到，这里的人真的是一大早上都在烤辣椒吃了。我会单独出一期这个早市的具体攻略，一大早上就给我吃晕碳的程度。长沙还有什么好吃的馆子，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拜拜，回青岛喽。如果你是在青岛北站下车，那么一定不要放过仓口这个隐藏的美食区域。今天带你们从北到南连吃3家，看看有没有你们爱吃的。好好吃，好好吃。首先到了北站之后，再打车10分钟就能找到这个专门吃羊肉的大院子，就是属于那种不跟着本地人做攻略真的很难找到的店。我朋友他们经常开车很久过来吃，哦，就专门来吃的。周围10公里、20公里都有。一天有一大锅呢。目测还有出租车司机来吃。这家羊肉做法就是超级多种，人少的话真的吃不过来。阿姨现擀现烙的葱油饼，有时间的话一定要等刚出锅的，在我心中是完全不低于羊汤的地位。太有食欲了，这个小饼可以像我一样，每次都配着烤串和干锅羊杂全部夹在饼里，满满一大口就是饼的葱香搭着羊肉的肉香，无敌满足，巨香无比。这羊肉串是能吃到那种炭火的那种香味的，里面有肥的，有瘦的，有带筋儿的，这样吃真的巨好吃。就是银光山的羊，小山羊。这羊肉这边边角角烤得很脆，看这个羊汤的颜色，它是那种非常自然的白色。这里面的羊肉真的给的很大块儿，这个3伏天喝羊汤最合适不过了，太舒服了。这样吃肉真的无极之爽，它是非常冲鼻的那种青椒味儿，羊肝是真的很香，口味上面很丰富，很有锅气的那种香，味道全部化在嘴里。我从开始吃到现在说了几遍太爽了。还有泡姜羊血一定要试一下，泡椒口特别重，它有点像那个泡鸭掌的味儿，每块切的又大又厚，口感上很奇妙。羊血已经完完全全被泡椒的味道浸透了，
再就是来青岛一定要去尝一次的茶油臭豆腐，这家是我个人在青岛最爱吃的。它从小推车到开店啊，应该也有个10几年了。被炸的脆嫩的豆腐上面浇上灵魂的酸甜汤汁，每口就是那种超级爆汁的满足。到仓口了，怎么可以不吃青岛的老式裹面炸串？隔着不远就有一家我身边很多本地朋友都爱吃的炸串的种类多到夸张，感觉能有个100多种，而且每种炸串都搭配了最合适的酱料和做法，上下2层，不管淡季还是旺季，一到饭点人都超级多。仓口还有哪些你们爱吃的馆子，可以尽情的在评论区补充一下啊，自由发挥。挑战极限24小时吃遍重庆，跟朋友1天时间吃了6顿，连续2家火锅，翻遍了全网本地人评论，终于又让我吃到好的了，看看有没有你们爱吃的吧。告诉俺娘，俺在重庆吃火锅不是孬种。这次一落地，我先去找了这个最近才刷到的专门吃羊肉的馆子，也是我在评论区看到很多老重庆人推荐的。这家就是没有菜单，菜做好之后全部这样端上来，想吃什么就直接拿。做好攻略，专门点了几个招牌的。我宣布你们来的话，啥也不吃，也一定要拿这个豆腐。这个豆腐必点，我天哪！我点这个豆腐是特意用来配米饭的，豆腐碎碎全裹在米饭里面，就是很滑嫩，它的味道拌得很好，芝麻酱味特别浓，好好吃。如果不是怕吃撑，我真的可以炫2碗饭，每道菜一吃就是很重庆的味道，味道特别够，它是那种咸香里面带辣的。吃完这几道菜，我感觉我的嘴巴都是麻的。第2顿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去找火锅店了，这家也是刷本地网友评论才看到的。妈呀，这个楼梯看到没有？为了吃这个火锅，问了无数个人，终于找到了。鲜鸡鲜牛肉，这一份3块8。3块8，这个我要狠狠来上个5盘。这都是每天早上从菜场新鲜拿的啊，这是大板腱。这重庆火锅的价格一家比一家卷，这一行全是个位数。没在重庆的每一天，我都很想念这一口，一度都被朋友怀疑我为了这口火锅在这边买了个房。吃过这么多家，这边人感觉就是天生会研究锅底，这玩意儿就是涮啥都好吃。好吃啊，超软。这个鲜牛肉真的很有嚼劲。重庆高温40度，还是有这么多人来吃火锅。手机全程高温预警。总结一下，最让我惊喜的除了这些肉，就是这个现包的纸皮虾滑和抄手，巨好吃。它外面都是用那种薄薄的豆腐皮包的，就是能让我爱到晚上吃另一家火锅的时候也点了一模一样的。如果你们没有吃过的话，我真的很推荐。还有这个马蹄丸子也超好吃，就是肉马蹄馅的，里面还能吃到那种脆脆的颗粒，它那个肉馅很香，真的很爱吃这个野菜糍粑，上面还淋了很多红糖浆，它这里面有那种野菜碎碎。现在的每个人手中必备一杯凉虾，开始解暑了。吃完火锅又去吃了小面，这个是上次朋友来就想让我吃的，感觉也是很火爆的一家店。最多人点的就是这个豌杂宽面，不过朋友说这次面煮的稍微有点过，没有之前的筋道，口感上就是软趴趴的，但是酱料的味道个人感觉是很 OK 的，超级多酱，越吃越香。前面我说的这3家店都挨得非常近，基本溜达着就能到，很适合大家可以一趟吃完。还去吃了个正儿八经30多年的老馆子，在我收藏夹里躺了很久来着，一直想来吃。主打的都是这种小盘盘的凉拌菜，没有热菜，食材都在柜子里，想吃什么直接点好，然后现炒开拌，就很适合现在重庆天气吃。进来就有种完美融入了当地的感觉。隔壁桌的大爷听我说是外地来的，夸我会找地儿。还去吃了大半夜被丹妮馋到的野山椒米线，也是看到评论区好多本地网友都说是他们最爱的米线。不能吃辣的朋友们真的要慎重，我们2个人点了个微辣的野山椒米线就很够劲儿了，够味儿，就是没必要特意过来吃啊。如果在南平附近玩的话，可以来尝一下。最后一顿晚饭啊，直接在酒店附近找了个火锅，看过攻略说是在一个小区的最里面。这是一个城中村吗？一到这种地方我就感觉绝对好吃，好吃到我直接打包底料回家。我当时边吃边在搜这个小区的房价，我这个火锅脑袋如果住在这边的话，想象不到能有多幸福。真心感觉来这种社区店的时候，都像回爷爷奶奶家一样，生怕你吃不饱。1个风扇、2个风扇、3个风扇，我现在灵魂被拉出窍了。人生中第一次见这么大个的炒冰，你知道在39度的天看到这么一个小摊有多幸福吗？哇，我说这么吃真的太爽了，就是很纯正的那种山竹的味道，酸酸甜甜的，超级加分。别看它碗小，但是分量超足。每盘肉也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加什么白菜锅底。又点了这个纸皮抄手，以后真的会加入我的火锅清单。它这个皮真的薄如蝉翼。来之前都没想到，大热天的来吃火锅的人还能这么多。美真的。最后收尾的时候，自制了一碗牛腩肥肠火锅面。今天真是给我吃爽了。重庆还有什么我没吃过的，请速速补充一下。重庆火锅我败了。OK。
挑战极限24小时吃遍山东威海。跟着本地人给的攻略，定位16个坐标，3刷后总结了9家，全都是我土著朋友去过起码3次以上的店。如果你们最近要去威海玩，就跟着我这个路线走。首先就是个人感觉去威海一定要吃的海菜包子，真的是除了威海我再也没有吃到过的味道，比威海的海鲜和韩餐都更要吸引我。一屉8个，每口都能吃到超爆汁的馅料，哇，好鲜，满满当当的全是馅儿。包子的对面就是我心心念念了超久的正坛炸鸡，价格是真的让我有点肉疼，但是吃到的第一口脑子里就只有3个字了，它值得。招牌的芝士雪花你们一定要吃，本来是想打包回家，结果还没上高铁呢，就让我全部吃完了。自从我上次吃过那个限量超满的韩乌冬之后，这回又跟本地朋友找到了一个超好吃的紫菜包饭，据说有开了10几年了，老板就是韩国人。朋友说他每次来的标配就是紫菜包饭加拉面年糕还有豆腐汤，味道完全对得起这个店名，真的很好吃。我看很多本地网友上学的时候就在吃了，非常好吃。午饭如果想吃本地的海鲜，从这家店过个马路就能找到这个。我朋友说算得上是他们本地人的海鲜食堂，满满当当好几个冰柜，见过没见过的海鲜，估算了一下，起码有70、80种，想吃什么拿什么，按盘子收费的，就真的很像在海鲜市场里面涮火锅，一口气就吃了很多平时想吃不到的，还有很多鲜切的牛羊肉，锅底也是可以自选的，完完全全就是给我吃的很痛快的一顿。价钱的话就在这儿，这生蚝好大一个，哇，这螃蟹好好吃，又鲜又辣。我感觉在这种地方吃海鲜就容易眼大肚子小，就像自助餐一样，看见什么都想拿，就很适合3、5个人，每人一个小锅，就吃的特别爽，专拿自己想吃的。还有就是这家离刚刚过来的韩乐坊也很近，下午如果想继续吃的话，像咸花饭店的猪蹄面，还有台北小城的炸酱面，也都是我跟朋友一致非常推荐的。顺着海边坐车到火炬八街，就可以去吃非常有名气的妈妈手，是我跟朋友真实消费的推荐。如果你爱吃辣的话，就千万别放过这家招牌的辣鸡爪，是我每次去都想带走的程度，辣的巨过瘾。距离不远，我们还去吃了这个本地的渔家菜，朋友说这家是开了差不多有10几年了，而且是有自家渔船的那种，所以一定让我多点几屉现蒸的海鲜。吃的就是海鲜的一个鲜度，感觉就是刚从海里捞出来直接给你煮了。我个人还要推荐一下这个铁马后蟹，是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口味的螃蟹，它整个螃蟹肉好厚，一咬下去里面螃蟹肉全部爆进嘴里。我还特意问老板要了很多酱汁拌面，真的超级好吃。这个面真绝了，巨挂汁能看出来吗？这个真的要点。它这种皮皮虾是那种很酥香的味道，今天晚上就是全部都是重口味啊！这水饺做的跟包子一样，超级鲜。在线求有没有本地网友再给我多推荐几家，我还要去威海无数次。北方大馋丫头跨越1000多公里，把武汉各种童年糖水一口气吃到爽，有多快乐？我吃的特别想来又爱螺蛳粉。家人们，我刚刚落地武汉，就想去吃一个我惦记了很久的一个糖水铺陈苏苏。之前我看大表哥吃的时候就非常馋，本来我是想打算去粮道街那家吃的，但是我看到我酒店旁边的这个江汉路也有一家，趁着离得近，走吧，去尝尝。糖水看着就没有不好吃的，胃口水从来没有喝过，每一样都是我很爱的。看我点的满满当当一桌，就知道我有多馋了。看着这一桌嘴角就不自觉的想笑，太会做了，巨多料，芝士超多，猪肉脯碎超多，外边这层面包烤的好酥呀！哇，感觉它这个味道像是在我嘴里面开 party。猪肉脯的咸香和芝士的奶香互相在嘴里替换着来，咸甜永动机。这个一定要趁热吃的，它这边上还加了一层肉松。就酥到一咬下去全部掉渣的那种，每一道食材都做得很 OK。多芒小丸子，后面这芒果切的好大一块，看到没有？它这个料满到，只要这勺子一下去，全部溢出来。下面是一整碗研磨的很细腻的芒果泥，就靠着下面这层芒果泥提味的，但是刚刚好，完全不会甜。大块芒果一入嘴啊，用你的上下颚把它给一挤，然后那个芒果汁水全部就是慢慢渗透在你的嘴巴里，又厚又扎实。终于是吃到了鬼口水，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特别想尝试一下。有听过有喝过的吗？没有什么颗粒感，它这个质感特别像那种玉米糊糊。我看到有人说它有点苦，但是我尝了一点都不苦，它是鲜甜，在你咽下去之后，那个开心果的味道慢慢一点点的反上来，太细腻了，带着一点点那种开心果的烘烤味在里边的，可以把它简称为开心果版的黑芝麻糊。
榴莲、白雪、黑糯米，这榴莲香味受不了，这一口才是最爽的。榴莲味真的很浓，我是一个超爱吃紫米的人。平时来这种糖水铺的话，我看到有紫米的必点。这一碗太适合配一碗螺蛳粉了，料好足，有红豆、芋圆、莲子，还有木薯，还有这个晶莹剔透的不知道是什么。虽然它糯，但是它不黏，它是那种扎实感很足的那种。这个麻薯比我想象中的粘稠多了。其实它正常的吃法就用筷子夹着麻薯蘸这个粉吃，但是我是直接把麻薯倒进这里边了。这个抹茶味好浓郁啊！下次来武汉的话，我肯定还会再来吃这家。我宣布，香菜的饭张力在此刻封顶了。半夜刷到这一碗盖饭的朋友们，真的对不起了，它怎么可能不好吃啊 ？Hello， 朋友们，刚到济南站，我就跟朋友约好了晚上去狂吃夜市。不过他还没有下班，我打算自己先去搞点辣的开开胃，去吃一个我上次来济南的时候就很感兴趣的一个湘菜。上次我就是被这个门口现切的牛肉给吸引到的，这边就是现切好的牛肉，然后直接拿到隔壁来炒，全程就是看着这个牛肉从生到熟，然后再到我的嘴里。我现在一进店里就是那大米的香味儿。给你们看看我点的这一桌。小炒黄牛肉、辣椒炒肉、铁板牛肉蛋，还有我最喜欢的雷椒皮蛋。每一道蛋拿出来都是可以在饭张力赛道里闯出一片天的。一整锅的五常大米准备就位，超级香。我自己在家永远蒸不出这样的米饭，粒粒分明的这种。先来我的小炒黄牛肉，来一大勺盖到米饭上。看到这个画面我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真的很香，哇！就是这一口，它里面用了很多蒜片和小米辣，非常提味，很有锅气，好好吃啊！而且它的牛肉片是刚刚好，就是那种很嫩糊但又很有嚼劲儿，真的有点辣，但是辣的我很爽。还好这个套餐里面有我最爱的雪碧呀，每次吃辣的时候都必须配上冰雪碧才过瘾，雪碧配辣，爽上加爽，就是得这种柠檬味的强劲气泡直接刷新味蕾，一口入魂，爽透了！再来一碗更爽的，把这几道菜全部盖到了一碗饭上面，不要害怕，爱吃大米饭人士都是这么吃的，如此完美的一口饭，哇，雷椒皮蛋太是那味儿了，就是和我在长沙早市吃的那个雷椒皮蛋一模一样，一个味儿。铁板牛肉蛋也是一绝，满满的蒜蓉、小米辣，还有一点点肉碎。如果这个煎蛋是80分，那么加上这一点点酱，就是妥妥的100分。还有这个辣椒炒肉也是我每次吃湘菜的必点，都是用的这种五花肉，巨香。而且这里面的辣椒也很加分，那个青椒味特别浓，感觉任何烦心的事情在这一口辣椒炒肉面前也全部都烟消云散了。这一顿吃完，直接把我晚上的战斗力都给拉满了。快去试一试雪碧配香菜，真的超级爽。这就是我们山东沿海城市的海鲜火锅，太新鲜了，太好吃了。咱是那个老店是吗？啊，对，没来错。也才31年了，一直是我在这开。你看我现在就成老哥了。刚好在2棵大柳树中间，所以叫做大柳树海鲜火锅。一进门这么多海鲜，我们可以拍一下不？可以啊。哇塞，这海鲜看着都有几十种。这个葱一愣个，海带也愣个，海螺呢有大有少的，要大多少？扇贝生蚝拼一个吧，48。鸟贝海肠这一下好几种，6种。牛排、鸡排，这个我们是一家秘制的，猪丸、牛肉丸、羊肉丸，这都是这么一家手工做的。我们家没有市场买的。没控制住自己的大脑，感觉点多了。这海鲜在镜头里看着就超级新鲜，都是那种晶莹剔透、很有光泽的感觉。我就是还不坑你这个大盘，可能连一3样弄个少盘尝尝。啊，行，小盘就行，吃不了哈。好，哇，好大的鲍鱼啊！这就是海参切片啊，海参切片。这个鲅鱼是不是可以包饺子呀？这个对，海鲜盛宴，麻质也是自己家磨的。你摸摸。哦，热乎的，刚磨出来。刚磨出来。今天就是没怎么点肉啊，点的全都是些海鲜，超级新鲜的，当天现包的。哦，这个海参是生吃的，这个也可以生吃是吗？啊，对。哦，这都是些纯鲅鱼吗？对呀。没有什么淀粉之类的。没有。我这一次吃到好的了，这个青的是鲅鱼，这个红的是虾的。我第一次尝试海参刺身，怎么这么脆？它脆弹的口感可以和脆骨相比了。这必须是新鲜到一定程度才能生吃的。这个虾丸你吃了吗？这虾丸好好吃，虾味很浓郁。这个丸子舌头轻轻一抿，全部碎掉，太香了。这个点个小份，点少了，太新鲜了，太好吃了。这个是只需要烫5到6秒的。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像这种新鲜的海鲜，只需要在清水里面涮一涮就可以了。
第一次吃蛏子吃到一种扎实感，好鲜甜。没开玩笑，这一口让我瘦10斤也心甘情愿了。做梦吧！蓬莱的家人们也太会藏了吧！今天真的把我眉头掀掉了。我给你们尝一个这个煮完的海参有多脆啊！又滑又脆，头都有脆骨。最后吃个海胆收尾，今天真给我吃爽了。蓬莱还有什么好吃的？家人们再给推荐推荐。380元。没人说长沙早市这么好逛，和东北早市不相上下。来长沙不要只知道夜生活，这里的早市也太好逛了。我感觉在长沙24小时都不用睡觉，体验完夜生活直接来逛早市。长沙人早上就啃辣椒吃。被本地人推荐来的这个南门口早市，一大早就让我感受到了湖南人吃辣的权威。答应我这个雷椒皮蛋跟对面的葱油粑粑一定要一起买。超级绝，拌的非常入味儿，但是又不咸。完蛋了，又啥不吃？真买对了这个。还有这个6块钱的汪记生煎包，大哥贼热情，感觉刚出锅打包一盒，脆香脆香的。这下面煎的可脆了，这里面还会爆汁哦。这个鸡是只能选1只吗？可以买半只36。隔香鸡呢，我们买的是柠檬口味的，一整盒全部被我朋友吃完，感觉很适合夏天。刚炸出来的脆藕丸，哎呀，好爽！它是什么和什么做的？这个藕圆，感觉很粗，它里面吃的是有点那种藕的甘甜的，好吃，外面炸的好脆。和藕丸一起买的大排骨，烤了个最长最宽的，它是真的把那个蒜香腌到这个肉里，这么大一个抱着啃是真的很爽。这个铁板鸭，我隔着5米都能闻到它那个烟火香，它压的表皮特别脆，把各种味道都压到那个鸭肉里了，好满足的一口鸭肉。还买了这个很多网友推荐的薯片，因为它是现炸现吃的，所以它比我们平时买的还要脆还好吃。坚持见到凉拌馄饨。长沙早市太权威了，一大早这个早市就是从头吃到尾，直接给我吃云摊，感觉还有好多都没吃到。晕啊，立刻晕倒。勇闯汉堡节青岛站，一口气怒吃9款汉堡。欢迎大家来到青岛汉堡。今天要怒吃100个汉堡。现在才早上10点半，就这么多人了，全都是来自国内各地的品牌汉堡店，目测将近差不多有40家。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再过来，稍微有点晒的。这次的场地真的很大，可以要一张这样的汉堡说明书，每家店的位置都标记得很清楚。第一家必须先去吃我们青岛本土的汉堡店啊，这个3Q。超级好吃，之前一直在他们店吃过那个鹅肝和三文鱼的，新上了这个青岛限定海胆的，全都是那种鲜海胆，巨好吃。这里面的层次很厚，而且层次很多，那个汉堡肉饼超级厚，很扎实。里面还放了紫菜，再加上一点点那种海胆的鲜味儿，绝了，好好吃！这个是北京的一个汉堡品牌，汉堡胚和其他家的都不一样，它这个是有点发黑的，里面也是有一个很厚的牛肉饼，特别沉一个。这面包胚真的很松软，好香。它最底下好像还放了那种炒的洋葱。吃到好吃的汉堡就这样。这个是内蒙古汉堡，上面是奶皮子还有炒米，把内蒙古的特色全都安到这个汉堡里了。这羊肉吧，羊肉的肉饼，哇，好香啊！还有一点点那种羊肉的膻味儿，但是一点点很浓的那种奶香。但是如果你们吃不了那种羊肉膻味儿的话，这个就给你们提前避个雷。我觉得还是很好吃，很厚一个羊肉饼。这个是那个平底锅品牌的，我提前在某书上做了攻略的，都说这个汉堡好吃。中间真的夹了很厚一块炸鸡，炸鸡的味道很像咱们青岛炸肉的味道，咸香咸香的，又加了一点点那种沙拉酱的甜味儿。潮汕鲜墨斗的汉堡，真的我吃到现在真的很感慨一句，不愧是咱们大中国的汉堡，就是各个省份的汉堡味道都不一样，而且都好有特色，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卷。哇！下面这萝卜非常多汁，很清爽解腻，特别鲜，大海的味道在里面。这个汉堡是来自于云南大理的，有点小期待，因为我同事被它辣到了。好吃，它这个辣是来自于哪里的辣呢？它有点像那种云贵川地区的那种鲜辣，它上面这层白色的碎碎好像是那种酸甜的萝卜，就是每家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尽量是下午4、5点到晚上的时候过来，那气温就刚刚好，很凉爽。一个人在建手青火锅，把各种没见过的菌子吃到爽是什么体验？这一把是真的粉丝先吃了啊，你们先吃。如果生吃了会怎么样？这下老实了，太香了！天天在网上刷别人见小人，把我好奇的不行。可以说这一柜子的菌我基本上都没见过。松露原来是长这样的，这个不就是最近被赵露思带火的竹荪吗？今天高低尝一下。哇，这个就是见肉青哎，是牛嫩煎高山黑松露牛肉，15秒脆皮鸡。这一盘就是文风
丧胆的剑手青，感觉吃了剑手青才算真正的吃了云南菜。这个是要煮15分钟的，下个剑手青不是筷子需要拿走的，不能给客人使用。这个的话就是松茸，哎，光看这个干干净净、白白胖胖的，就知道一点没事儿。每个桌上都会放一个这个计时器，我就在这坐了15分钟，整个餐厅全是那种此起彼伏的闹铃声。闹铃没响之前啊，任何人都不敢动筷子，真的就是刚刚好的15分钟。A few moments later， 哇，响了，终于煮好了，好香，满满的全是那种菌菇煮出来的鲜味儿。刚出锅我就直接喝了一口，妈呀，超级鲜！我这个蘸料都多余，迫不及待先整一口菌菇。这个剑手青它没有什么脆感，整个就是软软绵绵滑滑的，而且莫名其妙有一股奶香味和菌菇味混合的感觉。它就是煮之前把各种菌菇全部倒在了锅里，就是每一口的菌菇都不一样。哇，好鲜美！云南人，你们平时都在享什么福啊？我天天刷云南人爆炒剑手青，馋死了。细品的话就是有一股淡淡的那种奶味儿，这个口感你吃了吗？它就是每一种菌的口感都不一样。就一个字儿，就是鲜，就是鲜。菌吃的差不多之后，然后再开始下肉，也是让我吃到好东西了啊！它上面有几片那个黑松露点缀。这个涮的很有水平，刚刚好，好好吃。牛肩肉也好了，它比刚刚那个牛肉切的要更薄一点。本来那个牛肉就是鲜切的，又煮到这种很鲜的菌菇汤里面，就是鲜上加鲜，懂吗？这个是脆皮鸡，这样一蘸酱汁很像口水鸡，吃到鸡皮的时候是脆的，鸡肉又是嫩的，一定要调一个自己喜欢的酱汁，拌着吃太好吃了。这个是牛肝菌焖饭，它刚刚一开盖儿哈，全是那种菌菇的香，看着是那种油亮亮的，非常浓的牛肝菌的味道，而且越嚼越香。这4杯饮品呢，除了这杯我有点接受不了，其他3杯都很 OK。吃完还剩下点汤，不煮点面条太可惜了。酸汤牛肉火锅，这么好吃啊！我天啊！当代年轻人的最新较量。听说搜云贵菜出来云贵小吃的都是吃货，出来云贵 bistro 的都是装货。这下好了，真给我这个资深装货搜馋了。走吧，装一波去。到啦，装起来啊，立马装起来。看这环境能不装吗？就是和 Crush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很适合在这种店里约会，静悄悄的，还放着那种轻音乐。不要。不装了，不装。神经病！第一口我必须要献给这口酸汤牛肉火锅。这是牛的哪个部位啊？牛板腱肉。牛板腱，它这个酸汤味还挺冲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像我这种爱吃酸人是真的很爱这口火锅。这些菜的话，我就喜欢多煮一会儿，把那个汤汁的酸辣味全都煮到里面。云贵版的麻辣烫，牛肉烫变色之后，直接拿到蘸料里蘸一下。美滋滋，就是这股酸劲儿，听到没有？酸到我流口水了。它就是那种酸酸辣辣的味蕾刺激。我现在被酸的控制不了自己的口水。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牛肉不要涮太久。之前呢就是很筋道，但是不是柴的那种。除了牛肉，最爱吃的就是这个豆腐了。看到这一盘，你瘦了吗？这一锅真的就是又好吃又开胃，但又不长胖。果然，云贵菜就是年轻人的天菜，简直就是我这种永远在减脂人士的最爱。真的想回家复刻这口酸汤火锅，毛辣果咕噜肉，我推荐给所有的酸甜口人士，每次来必点。它味道就特别像那种唐扬鸡块，但是要更有层次、更丰富一点。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天呐，它中间这个白糖果一点都不酸，这就是毛辣果。我个人认为就是那种小小的西红柿，全都剥了皮的，在嘴里爆汁。哇！我每次都会打包的程度。这一碗叫做腾冲火烧肉米线，有去过腾冲的都知道它那个火烧肉米线很出名。有点辣，但是辣的好爽。它这个辣是那种非常刺激你舌尖的辣。我猜的话，它里面应该是加了那种红黄辣椒，切成碎，然后这样一起拌的，好入味，好好吃。吃到菠萝的时候又很清新爽口。我还要重点表扬一下这个米线，一点都不软塌塌，太好吃了。这个甜点上的太是时候了，赶紧来一口解辣。这里面的芒果和紫米都是我很爱的。还点了一道芒市百香果簋鸡，百香果和鸡加在一块儿，我无法想象。它用的是这种黑色乌鸡，也是那种酸口的，感觉比酸汤火锅还要更酸一点。但是鸡太鲜了，油香油香的味道。今年许下一个愿望，势必要去贵州一次，真的是被那个贵州烙锅馋的不行。有没有吃过的宝子可以给我分享一下？顺便在评论区看一下你们的测试结果。
在沿海城市的海鲜都是有无数种打开方式的。到这儿的海肠啊，现扒的大生蚝，这是北极贝啊。跟朋友周末在日照美食特种兵的最后一顿，是之前被我本地朋友催着来吃的海鲜烧烤。如果大家要来我们山东沿海玩的话，除了各种蒸海鲜、涮海鲜，还有一定要试一下这种海鲜烧烤，满满当当一冰柜的各种各样的烤海鲜，有很多我都是第一次见到。在海边生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吃过烤海参。哇！非常的脆，里面很多汁。给你们看一下这占的屏幕的烤海鲜，这海肠都是用一次性筷子穿的，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滑脆嫩，好脆啊！而且它上面真的撒了好多芝麻，就是那种芝麻香很浓。那一口一串撸着也太爽了。烤的小生蚝，海鲜做成烧烤也是一绝。这生蚝非常入味儿，烤的小海螺，每一个上面是先放了蒜蓉，然后后烤的。哇，有点烫哎。老板说这个特别好吃，一定要趁热吃。里面很多汁水，它和蒜蓉生蚝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吃起来的话更筋道一些。好筋道，太嫩了，这鱼肉好好吃啊！这黄花鱼烤出来，那个皮都是焦脆的，那个骨头都是焦的。来一个面包蟹，哇塞，这里边好多肉啊！它里面腿肉很肥，腿啊、钳子之类的都是给你提前撬开的，看着一块金灿灿的，好过瘾啊！这样吃的，太肥美了，夜宵必备啊！甜麻肥哈，老香了。如果不计热量的话，这个我能吃10块。它的风味就是那种甜和麻占重点，尤其是用这块火烧蘸汤，火烧外面都是脆的，超级好吃。这个一定要留在夜宵吃，那才是最棒的。它的味道比那个毛血旺还要再多。红烧大石斑，咱这把也是下了血本了，整整一条从那个水里现捞出来现做的，哇，这个肉感觉好紧呀。虽然是红烧口味的，但是它里面的鲜味完全没有被盖住，真的是把海肠做出花来了都。今天点了3份主食，包子、米饭还有面条，北方主食3件套齐活了，好好吃。临走还听老板说，他们这是30年的烧烤师傅，本地的海鲜吃法真心点不过来，都是活捞现做，建议大家可以组团去。4碗米线啊，512，咱也是体验到沪姐的生活了，太好吃了，没有吃过比他们家米线更好吃的米线，我吃过提头来线。你们有吃过100多1碗的米线吗？在上海属于上古真神级别的米线，128一碗。山东首店还有青岛限定款，这样的128的面是只有青岛有，这个还限量的，限量20碗。我点的是这个牛气冲天小锅米线，其他价格的话差不多都在30多。幸好他家这个米线是可以免费续粉的，今天我要狠狠续，势必吃出一种吃自助的感觉。本来我是觉得1碗米线128有点贵，但是它上来之后这个料真的超级多。牛肉的浇头就有6种，而且个个都是很扎实、很大块的。看这个大块牛腩，除了米线，光这料就能吃个8分饱了。我觉得这一碗米线它的灵魂就在于它的汤底，它是那种炸酱口味的，酸辣，然后很鲜亮。这种酸辣甜结合在一块儿，真的很拿捏我。我记得前几年刷到这家在上海很火的时候，我就有收藏过。如果你们来吃的话，一个人点30多的小锅米线就非常足够，而且还有很多小吃可以配。这肉吃起来特别有劲儿，一定要加份这个鱼皮，泡在米线里吸足汤汁，吃起来又脆又爆汁，好好吃哇！它是越吃到底越好吃，越入味。来之前呢，我还打算最少又续个3碗粉，结果这一碗我们2个女生都没吃完。我真的只能吃到这儿了，别说米线了，我连里面的牛肉都没吃完。有谁能吃完的，评论区艾特一下啊！人生不要给自己设限，128的米线全款拿下。如果你们最近要来青岛，答应我千万不要放过台东这个地铁站。作为我跟本地朋友心中的美食天堂，这一期给你们总结了几家基本上都是10年以上的老店，真的就是我平时会带朋友来吃的店。居民楼下开了20多年的这家面馆，在我心中是真的没有替代。每次去必点的就是一碗刀削面，配着烤肉筋和肉夹馍，面都是这种手工削的，所以口感上就很筋道，油泼辣子也超级香。我永远吃不腻，太好吃了。还有这家我跟朋友隔3差5就一定要去吃的石锅鱼，开了也有16年了，超级入味，尤其是表面这层鱼皮。
是我来青岛的第1年就被本地朋友疯狂推荐的。它是那种鲜鱼吧，活鱼。活鱼。刚炸出来的时候，外面特别酥。我又想吃鱼，又想吃火锅的时候，脑子里第一出现的就是这一锅。这上面是铺了一整条鱼，下面的话全是那种白萝卜。虽然它看起来味道蛮重的，但是一点都不咸。而且我之所以能去这么多次，就是因为除了可以吃鱼，这些涮品啊也都是老板姐姐他们自己弄的，就是能吃出来不是预制冷冻的那种，超级好吃，完全就是我的私藏小店了。太更揪了，特别实诚，不是那种泡发的，我觉得那口真的很爽。最下面那个汤已经完全把那个鱼肉给泡透了，真的越煮越入味，越煮越好吃。第3家应该就是绝大多数青岛人一定会知道的张正麻辣烫，非常小的一个门头，是那种老式的麻辣烫和炸串。我朋友最夸张的时候连着吃了1周，能开20多年，味道是一定不会出错的喽。还有一家青岛的老式面包，也是多少本地人从小都在吃的，每次去都可以看到很多爷爷奶奶好几袋子的买。招牌的油酥面包馅料多到每次吃的时候都很上瘾，每层里边都有满满的油酥颗粒。还有开了25年的冰激凌店，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朋友说他们小时候正好在这儿点个香蕉船，一待就是1下午。整个店的装修还依旧保留着当初的怀旧感，很香，香蕉味非常浓。这个奶油空口吃特别香。台东的话，你们还吃过哪些非常心头爱的老店？欢迎在评论区里补充。不刷山野板扎的热门点单攻略。云贵川料理的风终于还是吹进了我的胃里。这家我本来是想去上海吃来着，昨天晚上刚落地青岛的时候，朋友就跟我说在这边也新开了一家，我还收藏过他们家很多的点单攻略，今天就给他狠狠测评一下。在前面的话现在暂时没有粥，你可以扫码看一下菜单。终于等到位置了。该说不说，每道都是有点小精致哦。先尝一下草莓椰子糖，感觉这个是草莓的酸甜清新，里面带着一点点椰奶的醇厚，好好喝。这个你们尝尝。我跟你们讲，这个滇南杂菌配酸面包老好吃了，第一次这么吃，好新奇。而且这个面包还是烤过的，这边边都是脆的。哇！怎么这么好吃？它里边加了什么啊？它这种菌子是煸炒了很久的，所以就是很香，很油香，搭配上那个非常嫩滑的溏心蛋，口感上又有一点点绵密，好好吃哦，好吃！干杯！这个米线里面肉眼可见的用了很多番茄和小米辣，感觉很对我的口。它是那种辣大于酸的，很好吃。这个汤汁还挺好喝的。这口米线就是你吃一口停不下来的那种，很开胃。还有这口酸汤火锅煮的牛肉，它这个牛肉是属于牛板腱的部位的，所以大部分都是瘦肉，必须得等它一变色就得吃，带着一点点那种酸辣的味道，还蛮好吃的。感觉这个酸汤火锅里面素菜也超吸汤，超好吃哎。黑三剁这个我吃过，是云贵地区很出名的一道菜，这道菜就可以配米饭或者是卷小饼，它就是用那种猪肉碎加青红椒加各种酱这样爆炒在一起的，很入味儿，超级入味儿。我对这道菜很感兴趣，特别绿，感觉很健康，千万不要因为它看起来平平无奇而忽略它，真的很好吃。大理炝蒜辣木苗，这个我没听过哎，估计这道菜是只有云贵那边才有的。它这梗子很脆，是能吃出来的新鲜和爽口。薄荷叶炒牛胸口肉，第一次吃到牛胸口是被这样炒的，而且它里面的每个食材都是不一样的脆。这个饭里面是有好几种佐料的，但是主角应该是里面的牛肝菌。佐料完全盖不住那个牛肝菌的香味，真的很主角。山野包谷8也要点，就好好吃啊！最中间是那种玉米粑粑，就是很软糯，然后外面这层是千层丝丝，最上面又加了一坨冰激凌。我这个必点好吗？这个必点。你们还在他家吃到过哪些好吃的？欢迎补充，我下次来吃。120斤大馋丫头在武汉酒店不计热量怒点10多份碳水爆炸外卖能有多爽？武汉人民，你们这样吃真的不会晕碳吗？一觉睡醒，晚上8点多了，天已经完全黑了。这个时候就想来点外卖治一下。OK， 几乎是把武汉全部好吃的外卖都点了一遍。这是我活了20多年点外卖点的最爽的一次。谁想过我今天的生活啊？先把这个热干面吃了。去任何城市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酒店里点外卖，好香啊！拌开之后全是那种芝麻香味儿。咸香口，满满的芝麻那种浓稠的味道，这里面还加了那种小豇豆、小泡菜，很解腻。太香了！有没有和我一样的，白天不咋想吃饭，但是一到这凌晨8个骑手同时出发，
来武汉一定要吃热干面，热干面是必须吃的，不吃热干面就像是没来过武汉，我感觉。尝个别的，再来一份这个牛肉生烫，它也是武汉的那种比较特色是吧？这里面就是看起来像那种河粉一样的宽粉，然后有这种生烫牛肉加上白萝卜，闻起来像那种牛肉白萝卜煲。一下就吸入到嗓子眼，非常滑。哇，热乎乎的，好舒服呀！晶莹剔透的白萝卜。入口化成水，哇塞，这白萝卜绝了！好好吃，肉眼可见的嫩乎，完全不发芽。这个粉儿太好吃了，我感觉它超越了热干面。来武汉的话，第一顿可以吃热干面，第二顿这个粉儿就可以点一个，好好吃。画一个烧麦，这烧麦也得趁热吃，要不然这个皮儿外面就干掉了。里面好糯叽叽，哇，好香啊！看这烧麦，糯到拉丝了，有点。还点了一个油饼包烧麦，我没有吃过这种吃法，简直是好罪恶，真的就是碳水泡碳水。我感觉这个是这几顿外卖里面最罪恶的一个，它比纯这样吃烧麦更好吃。哇，一层油饼，一层烧麦，又一层油饼。武汉人民，你们这样吃真的不会晕碳吗？重置一下口腔，来吃我这个最想吃的土豆片，上面还加了一根淀粉肠。哇，黏黏糊糊的土豆片有见过吗？超多料的那种，最爱吃土豆片了，炸土豆、煮土豆、烤土豆都爱吃。它不是做的那种纯黏的，这个土豆片它有点脆，关键是灵魂酱汁，咸咸香香，有点微辣。也是妥妥的糖油混合物，但是这玩意儿让人太快乐了。有见过吸溜着吃的土豆片吗？捂嘴的程度。突然有个 idea， 蘸一下这个酱汁肯定很好吃。哇，我简直太聪明了。我去，好好吃啊！土豆片加淀粉肠，再吃一个我每次来武汉都会必吃的这个牛肉拌面。上次就是去他们店里吃的，必须要加一个面窝。看这个色儿，特别香。本来这个我是打算明天的时候去吃的，并且还要打包一份回青岛，但是我今天晚上实在忍不住了。它有点辣，这个点是微辣。贼好吃。我感觉这个面好像会翻吃一样，是越吃到下面越入味的那种。人生的幸福就是这么简单，碳水配碳水。待会儿晕了刚好睡觉。这面窝的底儿还是脆的，我要吃这个炸！哇，这个酱，它重点是这个酱。椒麻味儿，别蘸太多，蘸太多容易咸。交给一碗酱全加进来了。这样吃炸串简直太爽了，从来没有这么吃过炸串。这里面豆腐好好吃，豆腐炸的特别软，差点漏了这个糯米鸡。外面很脆，里面很软，就是炸烧麦，但是它外面这层壳真脆。哇，
锻炼我的咬肌。天呐，根本来不及吃。哦，妈呀，咚咚的！哇，它这汤看起来很像那个胡辣汤。我觉得纯喝这个汤就可以了。好想在里面加点辣椒油，加点醋。很鲜，但是我感觉有点清淡，我的口太重了。换一个武汉这边很有特色的一个小吃——炮弹苕粉。香香的，而且它是那种乳香。好贵。玉米肠我还想吃。用热鸡蛋蘸汤吃，完美。哇！哎呀，突然那个晕劲儿就上来了，越吃越晕，越吃越晕。最后一口。这个好好吃，来武汉的话一定要点一份这个尝尝。热干面同一家的那个3鲜豆皮，一层鲜的豆皮，一层糯米，然后下面全是这种馅儿。糯叽叽的质地，它下面这层馅好有味道，香菇的味道挺重的。我现在立马就要去睡觉。武汉还有什么好吃外卖可以尽情的分享出来？下次来武汉还要点。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汕头，不知道怎么吃，这期是我跟着本地朋友3刷潮汕后总结的9家，都是几十年的老店，看看有没有你爱吃的。先和你们说2家在汕头吃到的超好吃的夜宵。第一家就是这个只有在晚上才开门的生腌店，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苍蝇馆子，不过老板说开了有20多年了。老店。生腌的种类没有很多，但是都是很传统的味道。西红柿、鲫鱼，还有钠锅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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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错。这个虾是15一份，颜色虽然看起来很浓哈，感觉很咸，但是完全没有。这个虾好好吃，刚刚好。这个螃蟹是20块1只，它这个蟹肉特别滑，从来没有吃过生腌的人也能吃得惯的那种，很光盘儿。另一家也是晚上才能找到的后切肾汁，本地朋友跟我说，这是来潮汕的话一定要吃的一碗。没吃之前啊，我是很难想象到猪腰能切得这么厚，但是还吃不到什么膻味儿，处理得很干净，吃起来也很爽脆。腰花爱好者我真的强烈推荐。还有这家我做了好多攻略才找到的肠粉，我看也是很多本地人吃了30多年的肠粉改月光。牛肉的9块，猪肉的8块，肠粉皮是比较偏厚的那种，超级爱这个酱汁，跟朋友点了2盘，全部吃得干干净净。再就是2家甜食店，我也是来了这边才知道，什么牛肉丸呀、牛肉火锅都只是潮汕美食的障眼法，这里的甜食也是完全不输的好吃。跟朋友去的这个老店只有3种小吃，全部都只要4、5块钱。在外面摆摊的话就20多年，然后在这里的话是8年。还有这家是让我撑着肚子也喝完了4碗的甜汤，看之前大表哥就有推荐过，果然每一种都没有踩雷。姜子是我们潮汕才有的，别的地方没有，你们就要尝一下。汪汪七七，这个就是姜笋，有点像山药，但是比山药还脆一点。它这个绿豆味儿很浓很浓的，我觉得白果好好吃啊，真不错哎，这个说出汗了。如果你们在小公园附近玩的话，可以找到这个无米果，老板说他们是传承了3代人的。最开始的时候是我爷爷，这个就是后果，里面有虾、香菇、咸蛋黄，然后下面还有一颗干贝，吃起来就是外酥里嫩。柠檬醋肉是朋友带我去的，我第1次吃，据说这家是柠檬醋肉的鼻祖，也是第1次让我感受到潮汕这边不仅是牛肉，就连猪肉也这么惊艳，每口都鲜得我发懵。这个肉质太在线了吧，我都以为是牛肉。行，找的真不错，一定要来尝尝。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肠，特别糯，特别鲜，而且这个汤巨好喝。我们还点了个干面，是用沙茶酱和芝麻酱拌的，也很好吃。这个店开了多少年了？16年。30多年的老资娘果汁，跟着本地朋友去吃过1次，直接就给我爱住了。汕头这边的早餐居然还有猪血汤，但不得不说，别质疑潮汕人对美食的开发，超级好吃，超级鲜令啊，狠狠打脸。最后的这家煎蚝烙，要不是有本地人带我去，我根本找不到。在巨深的一个巷子里，一边坐着
郝老另一边在做甜汤，不管是吃什么都是10块钱。郝老煎的火候是刚刚好的，吃到里面是有点爆汁的口感。还被朋友怂恿尝试了一下潮汕这边的凉茶，台北最苦的，就想挑战一下。真心建议吃不了苦的别硬着头皮上，感觉我这辈子苦都抵不过这杯凉茶，真的整不了哈，这口。大馋丫头周末凌晨1点跨越634公里到北京吃夜宵麻辣烤鱼是什么体验？妈呀，这个点居然还在排队，人麻了，前面还有86桌，吃的只剩一条骨头了。请看一下现在是几点？凌晨1点钟。我5个小时之前还在青岛，就为了吃一顿夜宵，买了最晚的高铁直达北京，拉着我的夜猫子朋友去吃一个我收藏了很久的烤鱼。我们2个现在刚放下行李了，太晚了，朋友们。我看他家是营业到凌晨5点钟的，平时排队的话也要排5、6个小时。如果我搞钱有这个动力，做什么都会成功的。妈呀，这个点居然还在排队！我本来想这个点来吃，就是想凑个饭点的。2位给你车，你想你的手机号，前面只有86桌，人麻了，前面还有86桌，到底有多好吃？现在老整老好奇了，排了快1个小时，终于轮到我了。我感觉我现在饿的能吃2锅鱼。一进来这里面超级有氛围感，咱也是拥有星空顶的人了，好好看啊！我提前做了一下攻略，都是这个麻辣味的烤鱼和豆花是非常招牌的必点的那种，烤鱼一上桌就得赶紧吃，外皮烤的特别焦脆。哇，这个烤鱼好香，它这上面真的撒了巨多辣椒，那种油香的辣椒味儿。我差点被这口麻辣味给呛着。你吃这个鱼肉的时候真的不能喘气儿，一喘气儿它那个麻辣味真的很容易让你上头，只需要1口这个麻劲就下来了。我知道为什么他家有这么多款酒了，麻辣味和那个酒的酒精味混在一起特别爽。我酒就点了3款，点了个豆酒、煮啤酒和茶酒，烤鱼配酒，越喝越有。我天哪！啊，它这个是这样上来的，这个紫色的是葡萄朗姆酒。就感觉很适合那种很多人一块儿喝这个酒。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体验这种夜宵方式，它这个酒精度数一点都不高，冰凉酸甜的果酒味就很解这个烤鱼的麻辣。就这样边吃边喝，吃的只剩一条骨头了，是很正宗的川渝味，就是那种麻辣鲜香4个字，在这一锅烤鱼里面占的位置都是旗鼓相当。这服务也太好了！我刚刚喝酒喝热了，马上给我拿来了小风扇，来尝一下这个煮的啤酒，上了有橙子片、苹果片、枸杞，还有大枣。哦，喝起来是那种温热的，更多的是那种橙子香，还有一股甜味儿。这个煮啤酒就很适合现在刚降温的季节喝。这个就是茶酒，真的是一排一排的茶碗这样端上来的。哇！茶酒听着是很清新，但是是里面最烈的一款。我在后面一个个全是过生日的人，一直在放生日快乐歌，还点了好多烤串儿。夜宵就得有酒，也得有烤串儿。虽然是在这种凌晨的氛围里，但是你周围全是人，然后和朋友吃着烤鱼斗着酒，这种感觉就贼爽。光这个豆酒我一个人就喝了5杯，这碗烤鱼我差不多一共吃了3个小时，那酒店白订了。只有在淄博才能体会到降价的快乐。到底谁在说淄博凉了？还有这么多人呢。这个点吃不上吧？因为在正常就没火之前，要在我们这边就得订，出这个门禁。前面还有62桌，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哎，好嘞好嘞。用半天时间跟淄博本地朋友再次感受国山菜给外地人的震撼。9块9的、1块的、2块的，所有的菜都在前面摆好了啊！想吃啥的话，直接拿这个小盘儿。这些全都是真的吗？没有模具，我还以为这个是模具呢。黑金12两粉揍厨师长，刚从锅里捞出来的博山炸肉，哇，好酥啊！听这个声音。博山酥锅就这个，只有在我们淄博才能吃到的，这是正宗的博山菜。糖醋里脊来一个，是这种大片的这种。这是糖醋里脊啊？对，大片的这种。妈呀，那这个必须来一份。炸肉、炸鸡、炸肝、炸丸子，38。哦，好划算！真的不是故意给你们点便宜的，9块9一份，他一会儿现切给咱们。哇，这个感觉很好吃哎。还有这个看了没？那个西河煎饼卷猪头肉也特别火，会让是他们新上的，也是博山烩菜的升级版。老博山人小时候吃的就是这个老年糕，以前只有你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的。一共是12个菜，534块1，太划算了。哇，辣汤。
蛋黄40丸。女生都很爱吃的糯叽叽姜米糕，非常浓的枣香味儿，它那个枣泥儿已经混合在糯米里面了，就是那种料超丰富的粽子。这个炸的好香，它是那种肉香和炸出来的油香，哇，炸的超级脆。这个煎饼看着就很好吃，煎饼是红糖做的，第一次吃这种口味的，有点甜，就是甜咸搭配，太适合我这种山东胃了。太好吃了，爆炒腰花，这个汤汁绝对得配米饭。哇，这腰花好嫩啊！风味茄子只有山东有，你们南方人真的不知道风味茄子吗？这么好吃的菜你们不知道？我天，整2口啊！它这个外面超脆的，最里面的茄子非常软和，蛋黄4喜丸子，这个外面也是裹了浓浓的酱汁，看起来浓油赤酱的。肉很厚，纯咸口加肉香，超大片糖醋里脊，这个酸甜味超级够。哇，这是用玫瑰酱炒的年糕，它那个玫瑰味是偏清香一点点的。水煎包的精髓就是这个嘎吱，很多人吃水煎包就是冲着这嘎吱来的，听到没有？这比薯片还薯片，牛肉洋葱馅的巨香，必须得蘸口辣椒油，无敌。淄博真的也太好吃了，想再来无数次。